做善事呢，有的时候也要克服很多的困难，有形的事项的困难容易克服啊，无形的心灵的，实在是要真正的透彻啊，完全呢展现出来那一分的如来藏。希望人人呐入如来种哦，那让人人呢这种累生累世过去的无明烦恼后，应该都要呢天天去除。这是佛陀来人间呐，对我们的一大事因缘。所以修行要把这个法呢，点点滴滴呀，都要滴入心的，期待人人都能接受到了法水甘露哈。那一边呢，修的是人间四相法，但是呢，接受的呢是无形的甘露法，这都是道场最重要所要应用的。所以希望人人呢，在这样的福慧道场啊，可以修福，又可以修慧。那修福修慧呢，不离人间，人与人之间啊，彼此呢如何磨合啊，如何呢连心啊，让爱呢铺遍在满地哈，这都是呢最大的期待，也是最诚恳的祝福啦。以为说啊，我力真少啦吼，所以呢，我付出也无偌济，干脆卖啦。或者是讲啊，我的量吼写济唔甘啦，写一书啦无面子啦，哎呦卖咯吼。那这样子呢，这种世间呢，谁能做好事呢？所以呢，唔免去考虑力偌济，你摕会当偌济，你就去出偌济。伫槟城，伫马六甲，咱的主席呢，完全是马来西亚的人，安尼甲咱落实落去的呢。因为马来西亚因这华裔呀，人因几若代人拢一直住伫马来西亚，因毋是台商，因毋是台湾人，因是已经是几若代人呢，世居马来西亚。
因爱舒服，因爱自在，因甲咱自在的精神，不管是祖先医疗、文化、教育，因拢一一要落实。在马来西亚人的生活，总是吃的方面口味比较重一点，都是咸的啦、辣的啦，或者是比较穷困的人他们都没有什么营养，不过都是家崩配进菜。总是长年累月这样的生活所以洗肾的人都不少。洗肾不便宜哦，一次就要台币差不多要1800元哦。算来，在他们的生活的实在是赚的钱无够细心可能我们台湾还可以记忆犹新还没有健保之前的确，假如有要洗肾的，那这个家庭都是负担不起。慈济人在马来西亚在做慈善访贫，个案接来的，像这样要洗肾的病患的不少，所以他们就开始思考，是不是我们建立了一个洗肾中心，让这一些病患他可以免费洗肾，那就不需要我们一直在补贴所以终于在1997年第一家洗肾中心成立了，但是洗肾的经费不少所以干脆他就推广每年一次这个大型义卖这种的素食义卖，让大家人知影讲原来素食呢吃起来也是很可而且也会跟他们宣导这个健康之道，怎么样才能保护自己的健康要如何营养够如何能让自己的身体不超载不管是盐分不管等等他们也常常去做宣导，所以一方面宣导，一方面就是做给人看然后推广义卖。在第一所是在槟城，第二所是在吉达州，第三所就是在槟城的比较往北边那就这样3个洗肾中心的成立起来。那它的成立这个负担很重要怎么办呢？开始就是有慈青，我们的慈青去推动环保，只是修纸这一群慈青到每一个大楼，挨家挨户去敲门，去宣导，劝募人人能把无用的纸或者是报纸，期待他们能捐出来。这几年来那个时间，人听到门铃就知影讲祖清来门开开呢，那门口就已经贴一堆整齐的纸，
鬼困底下等因，那样的推动呢，的确很了不起。不是本所修来分类，不是人已经安尼困到一捆一捆的等待着他。假如我们台湾也能家家户户啦，也能出一份力，在每个星期不要的纸都该扣归类来个捆好等待呢，我们去该安尼修来，不知要省偌济人工这也是个好的习惯那要么唔通想讲啊，我无钱嘛我敢若会当出一点力也真好啊。看当地的喜圣的圣友，他们呢也感觉到说，身体被照顾，心灵被辅导，所以呢，打开了心门呢，他勇敢也走出来呀。他也感觉到说，他被照顾的，所以呢，也有一份力量可以去付出所以修抓类呢，是负责1/3，承担1/3，1/3呢，就是要靠义卖咯，还要呢，每年举行一次呢爱心宴那这样的来筹款来承担这样的喜圣中心。所以呢，特别在做义会的时阵，我们这一群圣友、喜圣的朋友们，他们呢也会出来做，甚至今嘛呢，连那个心连病房的他们也感觉到说，我还可以我要利用我的时间明知我已经住进了心连病房，但是呢，我今天还好好的我今天还可以付出所以他们呢也会投入所以布施人施人不忘报，布施出去的人无忘讲伊就来跟咱回报，但是呢，受施不忘恩，伊袂记你这个恩情我觉得这样的人生真好所以呢，在马来西亚，我们的特色呢，就是喜圣中心。那不只是呢能喜圣治疗他的病还要帮助他的生活困境。更重要的，这一些接受喜圣的人呢，他们已经呢都投入了慈济志工行列你任何一个人敢问他们都会朗朗上口师父说的话这就是一个救心同时救心嘛那种的彻底救度救伊的贫困，那搁再度伊的心虽然我们对肾友有肾脏病的人帮助很大，但是医疗人才呢一定要培养这慈少慈亲都很贴心也有毕业要当医生的，也有呢要当护士。不过呢，这学费蛮高的那跟他读讲护专读3年的护专，他们那一边是读3年就要7万元的马币，一般的家庭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呢就来帮助他全部的学杂会呢帮助，就是为了要培养人才。可见这个喜圣中心，大家都是有志一同，从慈少而慈亲，从慈亲呢而自愿要投入，走入人的生命中去陪伴这都是呢发心立愿的这都是很令人佩服的一群这医护人员这真的是
非常有爱心。在槟城的洗肾中心，经过了 ISO 的认证啊，来评鉴、来认证哦，真的是很令人感动，也是很感恩呐。就是这样的洗肾中心的做得非常有规模，他一年当中救了多少人呐？救了多少家庭？不只是救人，他们呢还是苦尽拔蚁，复为收华，让这一群洗肾的肾友们变成了志工哦，让他们呢要把他的生命的价值提升，让每一个人呐身体有病啊，还是呢如大船时也可以渡人呐。看护理呢对病人呐是这样的哈，那样的温柔体贴哦，那让洗肾人啊躺在那里呢也可以闻法，那也可以呢在祈祷的时候也让他们很虔诚的祈祷哦。我想世界啊，假如人去参观他们的这样的洗肾中心，都会很赞叹呐，这都是很感恩他们就地取材，发挥爱心呢去付出。这是在普天之下爱心人真多啊！只要做得对，那有志一同，资源的力量应该也是不少哦。那这都是很感人的事迹，所以啊，我们要好好的用心啊！人世间啊，没有做不到的。在耶诞，还记得呢？从慈济带到耶诞去的，是一位林慧珍。这位委员呢，他的先生啊，就是我们台湾派驻在耶诞的一位代表。这位代表夫人就是把台湾的慈济的种子带到了耶诞去啊，他默默的耕耘，他用爱的付出，终于呢，也影响到从台湾去的几位有志一同投入了耶诞呢，去帮助。感恩陈秋华居士，因为他一向都是在皇宫里，他做侍卫长，所以他也带动了王族内底的人，也跟他一起呢投入慈济的志工工作。他们在那一边啊，真的发挥到很大很多很感动人的爱。因为呢，中东地区多战争啊，比如说以色列跟巴勒斯坦，2000年来啊，都不断的按世仇直减呐。但是呢，逃难的难民真多啊，所以他们每个月都到难民营去帮助难民。我问你讲哦，你咱定定伫咧救济，你拢无倒来台湾提钱啊？你到底要会员有偌济啊？哦，会员是无多啦，不过有够啦。因为伊讲哦，上稳的会员
所以会员嘛，就是皇宫内底遐吼是上稳的话的会员啦吼。所以讲起来吼，伫迄个所在，家在有迄个皇宫啦，啊若无吼，会员吼咱真歹收呢吼。过来呢，就是因兜伫咧做环保，咱嘛捌看到讲吼，因兜嘛真好势啊，但是呢，环保要伫咧倒位做，伊拢扣扣收收的伫咧因兜吼，所以呢，才伫迄个所在做工具啊。这个叙利亚的，因为人祸啊、战争啊，所以他们逃难呐、逃出来的叙利亚人呐、不同的国家呢，超过100万人，光是在约旦呢，就超过20万人。有的人呐、可以驮轻靠勇，那有的呢，都是在这个边界里哈，那这约旦国王啊，就画一个边界的地界，让他们呢做难民营，就是逃难人呢，可以呢暂时住在那里。那暂时呢，就知道那都是呢帐篷区啊。现在的约旦呢，同样很冷哦，而且呢是沙漠型的啊，所以天气好的时候，风沙很大哦，很苦啦。就是一下了雨呢，泥泞不堪呐、看伫迄个帐篷安尼呢，这个帐篷连着迄个沙漠的土地连在一起，雨一下，你看水都跑进了帐篷里面啦、本来土地都是沙，再经过了这样的水啊，安尼浸过跑过吼，你想这种水与泥合在一起啦，我一直都在想，它到底呢是要站着睡呢，或者是蹲着睡呢，或者是躺着睡呢，都是呢泥泞不堪呐。相信大家都很想回去，可是呢，生命威胁很大哦，好不容易呢，就是逃出来呀，冒着很大的危险才能逃出来。逃难的过程中呢，要真正的完整的生命平安走出来，也不简单呢。在当地呢，真正的要找一个所在安稳的帐篷建立起来，还是很不简单呐哦。那尤其是我们要去做救济发放呢，更是困难重重哦。虽然感恩我们台湾的爱心人这样的付出啊，可是呢，真正的要接近难民呢，不是那么简单，没有那么简单要来接受啊。好在呢，我们在台湾这样的用很虔诚的爱，在整理这一些东医加上了我们台北新店慈院啦我们院长、副院长、各科室的主任啦，那带动了把医王还有护士，还有我们各科的主管们投入同样捐衣物，同样在那里整理，还要呢经过呢很细心的展开来，那有拢总
记住无？你我有落去无？有垃圾无？有破无？那都要经过很仔细的检查过。那你我落去呢，都要赶紧落一粒通通换过一整组的纽扣所以分男女的衣物，还要大小的分类，还要等等看人家你这样细心那样的瓷与柔那这么的整理很自然的就被拍摄起来，放在我们大爱台。我们的慈济人用电脑把它呢录下来那输进了电脑去，就拿了电脑呢去跟一位企业家，他在这个企业很有地位他也有呢这个慈善的团体，我们就解说我们是来自台湾，台湾的在慈济功德会已经几年了啦，我们是如何去付出一旦的慈济人如何投入这都有记录下来的。所以把这个美伊战争的难民救灾，还有呢我们台湾为约旦现在的叙利亚的难民在付出，那他把这一些呢录下来的，让他看到解说到台湾呢以爱以善真诚付出，他看了很感动尤其是因看到讲连医生呢护士拢总呢你大家人在咧投入这样的诚恳的付出所以呢感动欢喜接受，就由他去跟难民营的领导者那去跟他们沟通，他们才能接受呢。看到了他们要发放的地点呢，竟然是那样的泥泞不堪看到啦这样的逃难这样的环境真的是心里很不舍所以我们呢见苦知福，我们要知福我们台湾呢真的是我们很有福啦。所以我们要有福，一定呢要社会祥和。我们要社会祥和，就要把这样的爱呢落实社区，净化人心1998年的2月16日，在台湾的航空一桩大事，那就是大员空难。那一天，就是已经从国外已经归来了明明要到达机场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就是飞机就这样解体啦，而且呢，人散落一地很广的土地上多少人都规个喙去所以呢，机上的人全无生还那地面上的好端端突然之间呢，那祸从天降也是这样的6个人因为这一波空难不只是面顶飞机
缅甸还有在地上的人这样的往生一共呢202人。这种的瞬间发生的事情，记得那个时候呢，是慈济人也是集中在开会的时候他突然间听到了这个电视的报道慈济人赶快呢转为呼吁如何呢集中起来赶快呢到机场去所以也是动员得非常快，大家的投入那一波呢，的确让我见识到了菩萨的精神无处不在，勇猛精进毫无畏惧。因为呢，慈济人所承担的，他们也进入了现场里那个时候的慈济人，第一次这样的面临的那样的好大的场面完全一会儿是下了雨，毛毛细雨中，在那样的天昏暗的慈济人彻夜的这样去走入了现场去，一块一块的捡了这样的一袋一袋的装了。的确呢，在回顾在那个时候呢，感觉到这样的菩萨不是平常人可以做得到，可是菩萨做到了，好几天一连串在现场里的一直守护在机场里，陪伴的家属现场他们还要呢顾到了救援的义消，还要呢在尸体的地方去为他们念佛，先安下灵还要通知呢殡仪馆的附近的慈济人去等待着，马上呢念佛，到达殡仪馆的就赶快念佛，而且呢等待他们的家属到来抚慰等等，这都是菩萨。菩萨要群，每一次有什么的灾难，不是1个人、2个人、3、5个人，是一大群人我们要很珍惜人与人之间互相的互动互爱，哪怕呢是小草一粒种子在地上，我们都要成就它能萌芽，何况呢粒粒种子都是大树，每一颗都是菩萨的种子所以我们要珍惜任何一位菩萨。总而言之呢，爱的能量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的引导，这才是呢能让我们的法永续的千百年呢一直继续下去。大家都知道，慈济世界慈诚就是慈济世界的太阳，他们的智慧，他们的力量，照亮了
整个慈济世界。他们平常呵护的慈济委员的慈悲行动，他们都很配合，而且呢，委员师姐们只要有慈诚菩萨呵护的在旁边，他们呢就很放心，能做许许多多拯救苦难的工作。何况慈诚菩萨们，他们不只是说在呵护着、支持着，但是呢，他们还是要负起了非常重要的责任。在1998年10月间的怀洪那一次呢，的确让慈诚菩萨、委员菩萨们大家动员做抢救工作。不过就是因为呢，看到了这种的抢救工作呢，不是那么简单、安全、及时。救人的人要安全，那要救的这意外呢，一定要很及时去救。所以要及时救人又要照顾自己的安全，这种技术面不能没有。所以呢，他们呢成立了救难队。我们在95年3月，东区的慈诚队呢也很积极，在训练成立一个培训急难救助的这一个救难队。这就是在东区慈诚队呢。所以说来，慈济人都很用心，在设法如何呢，能对人类、对社会能有付出、有贡献，能帮助到所需要的人。要训练救人的技术，还要训练呢自己的体能。不管是水上救难，或者是山上救难等等，他们呢都在请专人来训练。他们实在是要做嘛，都是要很精，还要很专。所以呢，他们每个月都有在集训当然这救难队呢，成立这个救难队一定要有纪律当然他们的纪律都很深远平常呢，要守住十戒，这本来就是慈济人的戒律嘛。何况要承担救人的工作，要身心都要照顾好，平常的都一定要照顾得好那他们还有这要训练的功能操作这个水上救灾的这个，要出去这个所嘛爱查，因嘛都爱去训练安怎架那个无线电还要运输运输组也要有组还要有保养组他们分成了6个组，他们呢就是很有规划的，很有制度分组分得很清楚。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呢就会过就过位，发挥他们的专能。平常呢，当然慈诚的菩萨要有刚有柔，
你也看到了他们呢，连煮饭的费用，对自己的团体啊，或者是回归家庭，他们都是专能的啦，虾米都 A， 这就是我们慈诚队的这个组织呢，真的，我常常都说感动又感恩呐。坐镇指挥，参加协调，指挥中心的不管是主席啊、委员，恁都知影讲，我即摆是爱动用的委员，都由委员呢开始做协调，哪几组爱出来负责什么，哪几组负责什么。啊，恁主席恁就倒一个人会当去是倒遐大水，就是主席队的这个，恁拢有去训练。橡皮艇啊，这个水上救灾啊，或者是什么救灾的，那恁就去联络这种要救灾要从啥的。啊，乡机组这边家都负责煮啊、买啊，那主席就是负责送啊，要安怎送啊？你一个话来讲啊，这一定要平行双线的平行，所以有主席有委员，一定要平行去行。总之。总指挥里面需要，那么第这个关怀也需要，咱即马这紧急的救了后，这灾民要安怎？灾民有的人看到大水啊，看到人因的亲人流去啊，这在生的人都遐伫咧安尼无奈啊，那迄个时阵就同款因呢。叫人讲，你赶紧去甲伊带来笑笑，甲伊安抚，甲伊帮助，或者是有着伤的送去伫倒位，恁就爱赶紧联络讲伫倒一区的倒一间病院有安尼的人，咱委员爱赶紧去，这是大家这拢同时互做，这嘛是关怀，这叫做关怀，甲咱即马即个灾祸过了后的时阵，咱来全面救灾的时候，有的人会即个灾情轻重无共，这都有影真正委员要很细心的去一一的慰问，去一一的分析。当然，慈诚也不能没有，有的路足歹行的，嘛是需要安全的执行。总而言之，这个先前关怀啦，这个灾祸先前关怀组，嘛是共款爱主席甲委员爱评。咱既然是要做人间的活菩萨啦，咱必定呢爱来多了解现代环境的需要。所以一句话讲，菩萨所言愿苦众生。所以咱逐项都爱会晓毋过呢，咱总也都爱有评估咱家己爱评估一下，安怎救人大圣呢爱自救，意思就是师父定定伫咧讲爱人同时爱自爱。咱会晓自爱，咱平安，毋才有法度通救人嘛。要安怎样，咱会当通及时救人？要安怎样呢？咱会晓及时呢，会晓注意。这就是注意是智慧啊，救人呢是慈悲啊。所以呢，这个提高境界，注意周围的环境，参加咱本身的安全。这叫做智慧，尤其是咱国家呢有培养迄个专门的特工队啦、冒险队啦、登山队啦、攀比队啊，或者是呢海上的真多人即马呢拢有人伫咧训练，尤其是迄拢有一个年龄的限制呢，伊的体格会即个鉴定过去，所以咱的资生队多数拢嘛有一点年龄呢，尤其是呢，咱拢有各行各业吧，咱
不是迄个专业的，所以咱应该呢，亲像这种真正的危险的这个救援救灾啦，爱分第一线甲第二线。咱是第几线的呢？第二线的，咱的责任呢是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咱是做迄种守护，顾名思义啦，是守护。咱顾伫咱的地方人，顾伫咱的社区人，顾伫咱的家庭的周围人，这是上重要。会记你讲恁唔好想过头冒险的精神不要咱要去做啥物民间团体的这个模范我到咱不重名不重利啦，咱嘛无希望讲人甲咱学了讲咱做比别人较好啦不过呢，我们真心真意、尽心尽力真心真意真正的用我们的真诚的心而付出，那么我们尽心尽力呢去做就对了啦。我们不要讲要搁做人的什么款的模范那上好的模范呢，就是受用。灾难的时阵呢，迄是不得已的时刻。上重要的是咱平时的受用。各位，我们都是慈济人，我们的道场呢，就是慈悲喜舍，不是有形的建筑物，自己的心中就是道场，慈悲喜舍就是我们慈济人的道场